都说上海的外滩比武汉的江滩要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两者有什么区别。我现在是在湖北武汉的江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有100-200人顷刻之间，有点夸张了，应该是50-60人顷刻之间就涌入了这个汉口江滩。可以看看这边停的车特别多，而且这边的停车价格很便宜，好像只要2-3块钱吧1个小时。相比于市区的5-6块钱高额的，还有10块的停车费要好多了。看到没有？这边呢是一个江滩，然后在上海那边有个外滩。我感觉呢，我去过上海的外滩，那边好像江边都走不了，因为开发的比较严重，就是说在那边呢离那个边没有像这种绿化呀，还有那种沙滩啊，供人们休息地方没有，只有像那种在岸边走一走、扶手啊之类的。但在武汉这边那个江滩的，就是说没有过度开发，所以说这边有还原了更多的那种绿化在这里啊，更舒服一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武汉的江滩真的是比上海外滩差一点吗？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啊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上海外滩，哪怕你没有去过，在各大的电视剧啊、影片里面都看到过上海外滩。就对面呢就是那种徐家汇啊、陆家嘴啊这种购物中心啊，或者是那种高楼啊之类的。但在武汉这边呢，就好像高楼呢在汉口这边就少一点。虽然说没有那么的繁华，没有像上海那么多密集的高楼，但你们知道一个数据吗？就是武汉目前眼前这些建成的200米以上的高楼，已经完全的超过了上海了。你看上海呢有金茂大厦，武汉这边有这个绿地中心475米，上面呢也可以停那个直升飞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江滩呢，有很多人风雨无阻，都在此聚集。在我的身后呢，外面刚进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万国的建筑群，跟上海呢也是一样的。说实话，上海的外滩啊，那边说实话可玩的东西比较少。就拿这边的亲民的轮渡来说的话，这边轮渡好像只要1块6毛钱，在上海那边好像要10块钱吧。然后就是说这个价格方面的话，说实话真的是2个城市的差距一目了然。各有千秋吧，可能那边的景色会更好点，因为楼房更密集一点嘛。在武汉这边呢，能够享受到大自然更亲近一点，看看这边的绿化、树啊之类的特别多，而且这里还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跑道，方便了那个市民啊、群众啊，晚上的时候睡不着啊，想出来锻炼一下，这边都有跑道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进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，知道吗？而且这边还有很多供人们休息的板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贴心。然后在上海那边呢，说实话，我去过那边的南京路步行街，因为这边呢也离那个上海的外滩啊，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比较近，武汉这边离江汉路比较近。我感觉2个地方的文化都特别的，就是输出特别的那个厉害啊，就是说各有千秋吧。但总感觉呢，上海外滩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人流量更密集一点，武汉这边人流量也很密集，但是就感觉像上海那边更密集一点。这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因为上海是直辖市吧，人口更多一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雕塑啊，这都是以前的那个外国人了英国人、友人了，然后来这边来的。然后这边留了很多雕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连外国友人都来过这边打过卡，可想而知这边是有多么的出名。以前呢，这边呢路边呢停的就是很多外国人在这边生活，因为那边都有很多那种老房子。然后大家可以发现呢，这边还有供小孩游玩的。我发现很多地方呢，像比如说，明明这个进去是免费的，但是到这里面来会打个圈，收费玩。你看，这都是健身器材公益性的东西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就不是的了，但是一样的，还有免费的水可以提供然后这边呢是健身器材，在上海外滩好像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。然后这边呢还可以爬网子，但如果有小朋友过来，还是要注意哦。就是要看管好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的绿化真的不是吹的，也不是盖的，就仿佛来到上海的，或者说来到三亚的外滩、三亚的三亚的那个沙滩一样的了。在这边享受阳光沐浴，看到没有？之前呢就是被别人网上比较火的，就说这个以前呢这个黄是一家3口，爸爸妈妈带着小孩，现在这边呢增加2个小孩，就是要拥抱那个3胎政策嘛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里3个小孩，1个、2个、3个小孩。都变了，焕然一新了。你们来过吗？感觉武汉的江滩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这边的绿化非常好，江边呢也非常好玩，也可以看高楼大厦，晚上也可以看灯光。
真的不输上海的外汤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